冤家路窄。几日不见，倒是长进不少啊！大哥，爹怎么说？爹让我们暂停调查行军丹一事，让我们切勿再鲁莽行事，否则的话，浣花疑惑无穷。疑惑无穷？爹当真这么说？这是爹的自解。我不是怀疑大哥所言，我只是觉得。爹向来以大局为重，他会这么说，甚是有些奇怪。或许父亲有他自己的思量，爹心中的大局与我们也是不同。毕竟护好一门一派，也绝非是靠义气行事，有时候顺应时局，隐忍再三，也绝非是懦弱之举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先暂停调查吧。大哥，这信有问题。有何问题？你看这墨迹，爹在平日里格外偏爱景松制成的松烟墨，你再看看这封信，用的却是十分平常的油烟墨，而且这两种油墨的味道极其不同。你是说这信不是出自父亲之手，是有人伪造？对。可这信确实是萧家联络信科寄出的，一路要经过各个幻化联络点。若真是如此的话，此事非同小可，幻化怕是有难呀！大少爷，不好了，大少爷，门外有三少爷的伙伴求见，说是本家的剑炉被权力帮围住了。什么？什么？权力？远水解不了近渴呀。眼下你就是幻花的主心骨，必须留下，亲自出面在广陵召集些元首，剑炉幻花
方有赢面。翁女侠说的对，那我便让孔师叔带着龙虎大队人马向剑路进发。等我们得到援手之后，再与他们会合。老大正拜访屈大侠求助，若能得到帮助，救出唐方后，老大定会向他恳求援助幻化剑炉之事。屈大侠。贤侄，你这么折腾我一趟，着实给了我一份大见面礼啊！哼，别喊得这么亲热，连这天下第一公平的地方，也屈服于权力帮。什么威震广陵，简直就是一个笑话！我在哪里，哪里就是公平。我定会让天下人知道你的真面目。哼，那你也得能从剑王的手中活着出去才行。屈兄，不想顾兄来到广陵，屈某有失远迎啊。来坐。因事端紧急，未经通报，贸然登门，是地无礼了。顾大侠，康兄也在府上做客吗？啊，康兄也是前日刚到的，都是朋友，不必避讳。请坐呀。那好。屈兄可知，前几日吴家军忽然出现在锦中的事？是吗？有这事？我们得知吴家军从权力帮的截杀下救走了吴老夫人，我们随即赶到，循着权力帮逃窜的痕迹顺藤摸瓜，没想到一路就来到了广陵。你是说广陵之中藏着权力帮的人？没错，我追查权力帮已久，先前就已经打探到，剑王很可能就在广陵境内。此番追查至此，不得不提防了。啊，如此说来，确实要小心才是啊。啊，听吴家军说，当日护送吴老夫人的是浣花萧家人。康兄，没记错的话，你与西楼兄是故交吧？那近几日，应是在浣花历年举办的端午会上，怎会
来到广陵啊？哈，不巧，今年康某有事，就未能赴西楼兄的约。若是早知道浣花如此仗义，救出吴老夫人，那康某本应出一份力。康大侠，看看，这是不是你掉的东西？这总不会也是巧合吧？顾大侠误会了，康某的这枚玉璧呀，一直还在身上。前辈当心！前辈，全身是剑王。你是剑王？顾兄，你我相交20年，并列广陵三山，我本不想动你，但你来的太不是时候了。什么味道？怎么那么臭啊？康淑瑜，你已中毒，半个时辰不解，必会毒发身亡。快走！顾君山前辈拖住了剑王。萧秋水，你是萧秋水？啊！你不是萧东湖，你骗我们啊！先别说这些了，快走！啊，走吧，走。走什么？先把他们俩解决了。女侠，这个主意是我想的，你千万别伤害我兄弟啊！你杀我！你闭嘴！老铁绑你是因为我要杀你杀我，把他给放了！哎呀，杀我！别少了，杀我！唐芳，他们倒罪不至此，眼下情况十分危急，先出去了再说。走。哎呀，走。
骆驼神叟顾君山也算名噪江湖了。今日即将葬身于此，实在可惜。曲寒山，我错看了你，你为何？为何？哼，人生在世，所求无非3件事：钱、地位、拥护者，加起来就是权力，而权力帮都有。我竟然与你同列为光灵三山！顾兄何必如此悲观呢？权力帮需要的是人才。顾兄不是一直都恨武林纷乱吗？只有权力帮才能让武林合流。帮主李晨舟任人唯能，只要你能加入权力帮，我们仍能并肩睥睨天下。哪怕做尽恶事吗？时至今日，你还以为权力帮只是个喊打喊杀的乌合之派吗？我告诉你，你错了。帮主是要做大事的，或许是今上都做不成的大事。如果你肯加入我们，我愧曾与你相交，让我与你这老贼同流合污，休想！顾兄，你的眼光实在是太狭隘了。剑王无剑，亦能使万物为剑。哪怕有空掌，也能使出剑气。没想到，我顾君山在临死前还能在你这里学上一课。我最后就想问你一句：曾与你我同名三山的杜月笙，如今在何处？前辈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前辈放心，晚辈定护前辈周全。好。萧秋水，交出天下英雄令，与权力帮同心，何愁没有锦绣前程、功成名就的那一天呢？你堂堂广陵剑宗，为了前程罔顾信义，抛弃正道，跪做权力帮的走狗。我即便有天下英雄令，我也不可能会给你。小子冥顽不灵，那便只有死路一条。逃出去，击破这魔王的秘密！姐妹，走啊！走啊！小秋水，别想走！放开我！姐妹，走啊！走啊！小秋水。
手下，没路了，怎么办？杀出去，哪怕冲出去一个，都要揭翻屈安山这个老狐狸的真面目。好，挡我者死，伤我者亡！来呀！蠢货！老邱，干嘛呢？老邱，你没事吧？压死我了！老邱，老邱，怎么样？没事吧？没事，你是不是咬脸了？哎，我不小心嘛。这哪儿啊？你们听，这里有流水的声音。既然有水，那证明肯定就有出口。这样吧，大家都四处找一找。好。先往那边走。哎，老邱，没事啊，没事。哎，你是人还是鬼啊？怎么看这么眼熟啊？是啊。走。哎，别去。死的还是活的呀？这是？哎，慢。是人还是鬼啊？怎么看这么眼熟啊？是啊。走。哎，别去。死的还是活的呀？这是？哎，慢。小心！终于有肉吃了，大块的肉，新鲜的肉！哎，老怪物，我们可3个月没有洗澡了，肉是酸的，不能吃啊！这傅老头，他不是屈寒山的人吗？香，没洗澡的更香。剑王堵住了入口，我们这儿也出不去。看起来，探是被屈安山所害。前辈，你也是被屈安山关在此处的吧？不如我们一起逃出去，如何？逃？不！我现在要吃肉，我很久没吃肉了。闪开！唐风，终于可以吃到肉了。
蒙乡剑派掌门杜月笙。啊！这疯老头竟然是与屈寒山和顾君山并称三山的杜月笙！这大名鼎鼎的杜月笙怎么会在这儿，而且还疯了？我看到了，他似乎是中了权力帮的服侍之毒，才失去了神智。只要击漏他的经门，还有百会，泄了他的内力，他是能恢复的。可这又疯又癫，武功又强，很难得手吧？单打独斗是不行，如今我们有4个人。要吃肉！明白。现在就要吃肉！哎，老怪物，来，吃我，来！我要撕了你们！好吃，来吃我，前辈，杜前辈，他的毒随着内力已经退散了，应该很快就能恢复。不好，这外面有人在放火。怪不得我闻到一股燎猪毛的味道，怎么办？要么出来，要么被人熏死，2条路选一个吧。上快点！是。现在没有别的办法，我们往那边走。不是，啊，这疯老头怎么办？一起带走。行，走。慢点，好，走。怎么样啊？有出口吗？没路了，前面就是石壁，走不通了。啊！谢副前辈坐下。此处竟有水帘漫地而下，源源不绝，必属活水，说不定这下面会有出路。只是情况紧急，这里不可多待，看来只能去潭底探一下了。怎么办？哎，行了，行了。哎，怎么了你悠悠？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在下唐门唐芳，这是铁星月和秋南宫。前辈，这是你的腰牌吧？正是，老夫就是杜月笙。你当真是杜前辈？你怎么会在这儿？都是屈寒山那个老匹夫啊！他诓我来这儿比试，却用缚龙锁困了我多年，想逼我供出蒙香剑法。这屈寒山也太卑鄙了吧！真的是。晚辈萧秋水，方才泄了你的内力，多有得罪。罢了，若不是你啊，服食之毒早晚会让我爆体而亡的。哎，对了，你们小小年纪，怎么会被屈寒山追到这里呀？这说来话长，晚辈识破了屈寒山剑王的身份，他想杀我灭口。更重要的是，他千方百计地阻止我回约幻化萧家，救我父母于危难。幻花，你是幻花萧家？正是。哼，那你还是别出去的好，被屈寒山抓住，总好过落在柳随风手里边。前辈，您说这话什么意思？哼，你不知道吗？权力帮柳随风与萧家有血海深仇，柳随风要灭萧家，一定不会放过你的。
会通向哪里。前辈，您在这里关了这么久，这坛下，您知道是什么情况吗？好，真是好一个心思敏锐的少侠。我的确知道一些，就给你指条明路。你小子够聪明，刚才你说的对了。这下面呢，是有一道缝隙，可不足一人过。我被困在这里多年，日日静坐冥想，终于参透了这个困局的解法。我的蒙香剑法有一套驱剑聚水的招式，可用剑招凝聚水流之力，打通屠戮。那可太好了！那前辈赶紧施展一下，把我们带出去吧。可是前辈，你的内力已经失去了，那你的剑招亦无法使出。无妨无妨，我可将我的蒙香剑法授给你们其中一人，只要参透精髓，一时速成，也必有成效。我的暗器功底和剑法是两条路子，这个交给你吧。您看我师傅死得早，我不介意赶到您门下啊。哎，前辈，你看我高大威猛，孔武有力。你，不行不行不行！你这不行啊！你不是说你行吗？怎么不行啊？是他用武不过，我这么厉害，人不比我强。资质看着倒是不错，不知这领悟力高不高？这么着，我就将我的蒙香剑法授给你，怎么样？前辈，你可别说笑了，这万万不可！哎，小贾，我们能不能出去可全靠你了。就是啊，我们都不会用剑，就得靠你了。我学剑，别，不。快点闪！快点闪！熏死他们！是。刘武，你闯我广陵地界也就罢了，竟还来管我宅内之事。剑王，何必要剑拔弩张呢？你我皆被那萧秋水给摆了一道，此人阴险狡诈，若真是逼急了，还宁可玉石俱焚，也不让他人讨得半点便宜。我劝你，先退一步，看他如何折腾。此人已经知晓我的身份，断不可让他流落在外。以你在广陵武林的地位，指鹿为马，还是件难事吗？别在他身上浪费时间，眼下最要紧的是英雄令。你有天下英雄令的下落？我查过了，英雄令的下落只有两种可能，要么在萧家，要么就在萧秋水身上。而萧秋水身上的已经证实是假的，那真的就只能在萧家。剑王，不如你我合作，一起找那英雄令如何？哼，柳副帮主一向孤傲自负，竟要与我合作？没办法，这萧家剑炉设有自毁机关，
若要硬闯，火雷便会炸毁一切。想要英雄令完好，只能从内部突破。我已经暴露了，但剑王你还有机会。只要能破开剑炉，我就能找到萧西楼报仇，而这份功劳，我刘某甘愿与你共享。你想让我援助萧家？以你在广陵的威名，萧逸人定会求援到你这儿来。我若是你，我就会答应他，混进剑楼。可萧秋水不除，难免不会节外生枝，坏我计划。剑王放心，我了解他，他不足为惧。练好了吗？小心点儿。有事吧？这剑法极为耗力呀！他说，此时脱力的话，很有可能会被水流冲走啊！那秋水，秋水，很简单，我不会让他回去，我自有妙计。整这个萧秋水，还是绰绰有余的。秋水，秋水啊！秋水！怎么样，通了吗？通了，通了！好啊，太好了，打通了！哎，他们追过来了，追过来了！事不宜迟，停！走走。老爷，萧秋水他们从水道跑了，还有，萧逸人他们已经到门外了。哼，来得正好。十年，莫要无礼，快些收手。薛大侠，你们浣花剑派连番来我屈宅寻信，是想公然与屈某为敌吗？薛大侠。晚辈萧逸人携二弟开宴，特意前来拜见。久闻屈大侠威震广陵之名，岂敢有冒犯之心？今日前来，也是因为权力帮围困萧家一事，希望屈大侠您能为我们主持公道。萧秋水前脚刚带着一群江湖混混来我屈宅大闹了一通，毁我名节，你们后脚就来迫我为萧家解围，哼，这做的是什么算计啊？三弟，薛大侠，这其中莫非有什么误会？眼下我已经是令弟口中的权力帮剑王，我府中人皆被他诬为权力帮帮众，他还口口声声要昭告天下武林，叫我声誉尽毁呢。是以萧家之难，属屈某无能为力。屈大侠，别说了，你们那三弟说我们是权力帮。我看他身边那些人倒是更像，如此搬弄是非，若不好好管教，何止是败坏你们萧家名声，只怕将来会成为武林公害。大哥，他们是不是搞错了？秋水怎么可能如此行事呢？秋水平时确实会和一些三教九流厮混，行为略显出格。
但是也不至于此。莫非真的是听信小人？这样，我即刻回去将此事查探清楚。你去神道堂拜见葛堂主。是。走了这么久，这是要去哪儿啊？这是。杜姐妹，此地不宜久留，再行数里至码头乘船，差不多就能到幻华的广陵别院了。去你家呀？哈，佳姐擅长医术，前辈你体内有内伤，我相信我姐能帮你医好的。医好之后，我再找人送前辈回蒙乡。哎，我被那驱贼所害，身陷囹圄数载，修为废了一半，一时奇耻大辱了。如今还让我这般狼狈的模样，让更多的人瞧见，让武林皆知，那还不如让我即刻死在这儿。我不去。前辈，你莫发脾气，只是你体内的伤，我没事儿，不用你管。我走了。这样吧，前辈，我这里正好有一些碎银，你留下做一些盘缠。多谢少侠，走了。恩人，兄弟，我这呢，还有一点银子，你们先拿着，找个正经的行当去做，以后千万不要加入权力帮。我们不是要银子，我们不是这个意思。恩人，我们兄弟混迹江湖多年，见过太多的魑魅魍魉，唯独没见过像你这样乐于助人、行善积德的大侠。我们想跟你。对，与其加入其他不入流的门派，还不如当幻花的弟子。不是，可是这……恩人，现在不会嫌弃我们吧？你说，看来咱们这种野路子练出来的，也只能加入那些歪门邪道的门派了。那既然权力帮去不了，那就去12连环雾水道试试。那二位保重。哎，等等，其实我并不是嫌弃你们的意思，只是入萧家流程会比较复杂，也并不是我一个人说了就算。若是你们不嫌弃的话，不妨加入神州结义。神州结义？神州结义有个州字，这一听就是个大派吧？哎，对，是不是比幻花剑派还厉害？只要心有侠义，不分门户，不分出身，神
三弟，大哥，石年。什么意思啊？大哥，你这是做什么呀？他们都是我的朋友。什么朋友？要加入权力帮的朋友？如今我们幻花被权力帮所围困，爹娘苦守剑路，你一点都不着急吗？还与这帮朋友交集？大哥，你真的误会了。铁心院与秋南顾，还有唐门的唐芳姑娘，若不是他们一路相送的话，我无法到达这里。唐门。唐门唐芳，见过萧大哥。这种牌子我们兄弟没有啊。但我们兄弟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乌江渡屁王铁心院。铁口，秋南顾。乌江渡无门无派，我是从未听说过。无妨。我们两个现在已经加入我们老大的神州结义，我们是神州大派，不谈出身，只论侠义。大哥，他们真的是我的结义兄弟，若不是他们和唐姑娘神秘相助，我无法从权力帮剑王手中逃出来的。难道你说的是屈寒山屈大侠？没错，这个屈寒山伪装了几十年的大侠，他其实……你住口！屈大侠威震广陵，是何等的名望？你竟然如此污蔑他！此事我还没好好问你呢。石年，好生招呼唐姑娘，其他上不了台面的阿扎之徒，就不必请进门了。等一下，他是不是骂咱了？骂咱们是上不了台面的阿扎之徒。你，哎，你虽然是我们老大的老大，但话不能说的这么难听啊！我们兄弟啊，也是有脾气的。还不快把这两个轰出去！生气什么呀？此处不留爷，自有留爷处。就是，吃饭去。老大，多保重啊！哎，走。大哥，这是屈寒山先到达一趴，他的屈宅就是权力帮的老窝。好了，别说了。难道你真要逼我对你用家法？大哥，姐，你先别生气。秋水，你一路赶来也辛苦了，先不要着急，有什么事和大哥慢慢说。好。雪月，你是知道的，如今球员之事事关重大，可他现在胡言乱语，四面树敌，这是把我们萧家往火坑里推啊！正是因为此事事关重大，我才相信秋水不会乱说，更不会在这种事情上胡闹。大哥，我没有骗你，屈寒山如此的栽赃于我，他就是要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。因为顾君山前辈一开始就发现了无名神魔康楚瑜的破绽，所以当场就被屈寒山杀了。骆驼神叟，你说那屈寒山是权力帮的人，康初瑜是无名神魔，若真如你所言，这些年来他们真是隐藏得极深，纵使其他武林中人听闻，也断然不敢相信。大哥，此事确凿，你们若不信的话，唐姑娘和左秀可以作证。没错，我跟玉涵他们都能作证，当日我们都是亲眼所见，是康初瑜害死的唐柔。康初瑜也算是看着我们几个长大的，竟能做出这等事，也真是辜负了爹娘的一番情谊。大哥，二哥，为什么你们一点都不意外呢？康初瑜的事，屈寒山那边已经说过了。薛大侠查到康初瑜是权力帮的无名神魔，好不容易引至府中要逮捕他，却被半路杀出的你弟弟搅得一团糟，不仅人没抓住，还被泼了一身脏水。怎么可能？真假对错，难道我还分不清吗？好了，康初瑜的事暂且信你，可屈大侠坐镇广陵30多年，一直都是有口皆碑。况且他本来就是要捉拿康初瑜的，怎么可能是权力帮的人？我看你就是因为江湖经验尚浅，一切尚未明朗就擅自出手，这才与屈大侠生了误会。大哥，真的是没有误会，我们是亲眼所见，是屈寒山骗了你。我也可以作证，萧秋水所言句句属实。
那个康初瑜和屈寒山就是一伙的。唐姑娘，你唐门和我萧家同在井中，可剑炉被围之时，你们唐门可有出手援助？如今你们唐门的态度，已经寒了我们萧家的心。这会儿，我怎能信你的话？唐门是唐门，唐姑娘是唐姑娘，不能混为一谈。就连柔弟，也是为了救我而死。大哥，你说这样的话，真叫我寒心。大少爷，大少爷，屈寒山传来书信。是屈寒山的挑战信。他说三弟你污他名节，想要自证，否则未来江湖地位威严扫地，故约你明日去他府上决一死战，以示清白。秋水不能去，他若是去了，只怕凶多吉少。且不说武功谁高谁低，只要秋水露面迎战，就会被放到广陵武林的对立面。放心，就算要去，也是我替他去。不过一旦应战，那后果一定不堪设想。秋水是众矢之的不说，萧家也会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。大哥，你到现在都还不明白吗？屈寒山就是想灭我口，但眼下这些都不重要。现在最要紧的是，我们要想办法怎么救出爹娘，还有剑炉的安危。所以大哥二哥姐，我们得立马想办法。现在怎么最快能营救剑炉啊？你如今得罪了屈大侠，就是得罪了广陵武林。现在还有谁肯救剑炉呢？要是这样的话，那我们就赶紧离开广陵，去少林武当，或者武北各派。我相信，以爹娘的江湖声誉，他们朋友重托，肯定会有人前来救我们的。说的轻巧，广陵武北从来都是同气连枝同进退，现在哪是你纸上谈兵说的那么简单？你先把自己的事捋清楚再说。大哥，三弟，清者自清，就不要再争了。假以时日，一定会清楚的。萧大哥，好了，唐姑娘，这是我萧家的事，唐门莫要越界。三弟，你给我老老实实待着，不要再节外生枝。10年，走。大哥，事情没有搞清楚之前，三少爷不得离开房间。是。怎么样？现在百战门、霹雳堂、逍遥门都说掌门不在，无人应答。神刀堂的葛堂主倒是见到了，可他说，如果不能和屈大侠之间消除误解，他就不愿意帮忙了。一个愿意出面的都没有吗？现在广陵最具威望的就是屈大侠和梁大侠，可梁大侠如今身无居所，难觅踪迹。16大门派均为屈寒山马首是瞻，他若不发话，无人敢应承。咱们先别急，碧山剑派希望能给萧家几分情面。大少爷，翁女侠到了。啊，翁女侠，拜见翁女侠。这边请。请。翁女侠，事情进展的如何？顺利吗？原本掌门已应承，谁知你三弟竟和屈大侠结下那么大的梁子。即使同门不来，我也自会倾力相助。只是我一人力薄，难以帮你们挽回剑炉的颓势。我倒是想问问，秋水他如何笃定屈大侠就是全力帮剑王的呢？三弟说他昨日在屈宅亲眼见证屈大侠承认剑王身份，还杀了顾君山前辈。这怎么可能？顾君山不是还好好的吗？好好的，
今日他们刚与掌门商议完事。开宴，那我们尽快去向屈大侠道歉。大哥，此事你不觉得奇怪吗？三弟平时总爱胡闹，确实有一些荒诞举动，可他一向机警，没想到如今却如此受人愚弄。也不能都怪秋水，毕竟权力帮是有备而来，还是他们太狡猾了。我们先去屈宅看看情况吧，尽全力化解与屈大侠的矛盾。若三弟说的是真的，那对方一定会露出马脚。没有少掌门的命令，我们不能放您离开，请不要为难我们。让开！住手！姐，你是来放我出去的吗？没有大哥的允许，10年是不会放人的。姐，骆驼神走的消息是假的，我亲眼看着他被屈海山所杀。翁女侠她若不是被人蒙蔽的话，那说明她和权力帮就是一伙的。秋水，我们现在没有其他的证据可以说服大哥，而且其他人也不会信你所言为真。如果真像你说的，连碧山剑派的翁女侠也是权力帮的人，那恐怕整个武林都没有可以让我们相信的人。
老爷，萧逸人等在门外，说非要见你。哼，柳随风果然好算计。萧逸人当真巴巴的又来找我求援了。他们萧家人惯会用侠义之名来伪装自己，就用这个来给萧秋水最后一击。顺利吗？怎么样？屈大侠怎么说？一开始自然是不顺利的，但是大哥一番动之以情，晓之以理，屈大侠最终决定明日在玉宫林召集16门派，商议回援剑炉之事。太好了，确定他值得信任吗？试探观察了很久，没看出什么大问题，应该可信吧？只是如今，屈大侠一定要让三弟当面认错。看来污他名声这件事，没那么容易结果。那，他会不会为难秋水啊？事到如今，只能委屈三弟了。算了，就当给他个教训吧。况且屈大侠德高望重，在众多掌门面前，应该也不会太过分。好，那明日就由大哥、二哥陪秋水去一宫林，我继续筹备援助之事，做好万全的准备。待一宫林事了，我们立刻会合，出发回援。大哥，明日务必保护好秋水。放心吧，你大哥、二哥都在，定会保护好秋水的，别太担心了。掌门令，要我们偷掌门令，这也太荒唐了。秋水哥哥要掌门令做什么？他没说。他虽然平时行事荒诞不羁，看起来不靠谱，但是还是有自己准头的。他这么做肯定是有他的道理。我同意。不出人意料的话，就不是老大的风格了。这次我也继续支持他。那还用说吗？大哥那么信任我们，我们一定不会让他失望的。不好了，左丞少侠和邓少侠打起来了，我们劝都劝不住。夏大哥，快去看看吧。这边。慢着。千万别误会！误会什么？你以为拿了令牌，幻花剑派的弟子就会听命于你吗？我告诉你，胡祖一直受我调遣，跟我经历风雨，区一个掌门令，你以为他们就会服你吗？大哥，我自是清楚你在萧家的威信。弟弟我根本就不在意什么掌门之位，但在救剑炉这件事情上，你必须得听我一句。你现在就把掌门令赶紧给我，等我救完了爹娘之后，我立马还你，哪怕1天、半天都可以啊，大哥。秋水，我本来不应该说你什么，也没有资格说你什么。可是你大哥这些时日，为了你的事情殚精竭虑，好不容易才收拾完你那一摊子事，说服了屈大侠援助剑炉。你说，在这个时候你争什么少掌门之位啊？你对得起你爹娘，对得起萧家吗？什么？屈寒山要救剑炉？大哥，他是权力帮的人，你可千万别被他骗了呀！好了，眼下我们是有求于人，你莫要再雪上加霜。我行走江湖多年，他要有什么端倪，我能看不出？如果他真的有错的话，那正好，那时我们当面对质。不行，不可！闪开！
屈寒山恨不得把萧秋水灭口，怎么能把他往虎口送？没错，大哥，我问你，他既然已经暴露了，为什么还要搞这一出？他分明就是想要搞死我呀！你放心，那日我自会护你左右。况且，其他门派都会在场给你做见证。当局者众，又何惧他？如果他真有问题的话，那我们正好见机行事。总之，此事已定。如今箭在弦上，你莫要再生事了。大哥，你不信弟弟，不信我们的话也没有关系。那我问你，蒙祥剑派掌门杜月笙前辈的话，你应该信了吧？屈寒山囚禁杜前辈多年，我们刚从地牢里面把他救了出来。若是杜月笙能指证屈寒山的话，那你总该听一听了吧？什么？屈大侠囚禁杜大侠？哼，这是什么传闻？秋水，你说骆驼神叟被杀，他们却现身碧山剑派，你现在又改口杜大侠了。秋水，你真的别再闹了。我真的没有闹，为什么我说的话你们都不信呢？你们等着，我把杜前辈带来。我们也去。大哥，看看你能闹出什么幺蛾子！秋水，大哥，大哥，给我看好他！是，大哥，大哥，大哥。来，请用茶，请，来，请。请。屈大侠。希望大家能一同见证。我这个人啊，一向不计较个人得失，但若有些人做出了违背武林大义之事，我也绝不轻饶。所以，接下来我要说的是，绝对与萧三少的个人恩怨无关。各位可信服？屈大侠乃术德兼备的宗师，一向公平持正，隐喻天下。我等自是信服。请屈大侠直言。萧秋水，我问你，你为何勾结北荒奸细，背叛大西武林？屈
大侠何出此言？那得问问他了。他不仅闯我府邸泼我脏水，竟还联合同伙，从地牢里面救走了北荒奸细。屈寒山，我这一路过来就在想，我要是揭穿你权力帮走狗的身份，你会如何对我？原来是想用勾结北荒的污名来栽赃于我。你所谓的公平，可真是会颠倒黑白呀！诸位，我在屈宅的暗牢中亲眼所见，屈寒山将杜月笙前辈囚禁折磨，逼问他蒙香剑法不成，如今还要污蔑他为北荒奸细。你真该公平的给杜前辈，给武林一个交代。萧秋水，不要信口雌黄。人人皆知。屈大侠和杜月笙乃至亲好友，怎么可能会做出这种事？因为他真实的身份就是权力帮的界王。顾君山前辈，就是你在屈宅庭院杀掉的，所以，我今日一定要揭穿你的面具。秋水，莫要再胡言了。跟你说过，顾前辈明明活得好好的。顾贤弟今日并未造访此处，而我也绝无可能囚禁杜兄。屈宅大牢里面只关过一人，这个人就是北荒王贺连彦的手下尉迟卿。我与碧山剑派翁女侠、神刀堂堂主一同将他捉下，试图从他口中套出北荒内奸的部署，却不料被你放虎归山。你胡说！杜月笙前辈，杜月笙前辈他受尽折磨，他在逃脱之前将蒙香剑法传授于我。你们只要等一等，我的好兄弟们就会把杜月笙前辈拉到此处，和他对峙。我与屈大侠确实一同捉住过尉迟卿。但要说萧秋水放跑他，也并无实证。屈大侠，此事应有误会。秋水性子确实有些顽劣，但绝不至于放走北荒奸细。看你如此言之凿凿，连我都要信了。不过，可惜呀，事实胜于雄辩。尉迟卿逃脱之处，我分明见到了一招八方惊雷斩的痕迹。萧秋水，我倒想问问你。你到底习的是蒙香剑法，还是尉迟卿的成名绝技饮血13刀？你可真够卑鄙！葛堂主，我神刀堂也曾受过杜前辈的指点，就让老夫来领教领教你所谓的蒙香剑法。三弟。那就证明给我看。葛堂主这招式，我认出来了，是杜大侠的蒙香剑法，只不过是把剑法化成了刀式，妙啊！可萧三少所使，并非蒙香剑法。萧秋水的招式，感觉更像刀法，而非剑法。
葛堂主，葛堂主，无碍吧？三弟这么厉害？哼，好一招八方惊雷斩呐！萧秋水，你使的根本不是蒙香剑法，这分明是尉迟青的饮血13刀。没错，我也认出来了，他最后使的那招就是饮血13刀的绝杀——八方惊雷斩。不可能！莫不是你们已经串通好了？嘴可以骗人，武功可不会。老夫曾与那尉迟青交手，我便是化成灰，也不会认错。这是八方惊雷斩在老夫身上留下的痕迹。萧逸人，老夫被尉迟青重创那场战役，你不也随你父萧西楼在场？你认？贵派之中，若是有人学了一身旁门左道的功夫，你们会如何处置？自然是断其经脉，终身不得习武。不行，就算是误学了武功，也非主动，怎么能严惩至此呢？屈寒山，你可真是高明。就算我会习刀法，我也无功无过，我也没有害过人。你想要废我武功，何须如此周折？好了，你先别说话。各位，我三弟定是受奸人所害，误信奸邪。即便他方才用的是北荒功法，自是该罚，但我保证，他绝非故意为之。自打你弟弟来了以后，满嘴就没有一句实话，你却还百般维护。究竟是你萧逸人当局者迷，被你弟弟所蒙骗呢，还是说你萧家原本就与北荒牵扯不清？萧门主，莫要胡言乱语，休要往我萧家泼脏水！杜大侠来了。杜大侠，你赶紧告诉大家，屈寒山这个小人，到底是怎么囚禁、逼迫你的？尉迟青，你说什么？求你别杀我！你别杀我！求你别杀我！我不是有意逃走的，是他。他用英雄令骗走我的饮血13刀，逃出地牢后还想杀我灭口，幸好我跑得快。你胡说！分明是你自己自称是杜月笙的，为了逃出水道，亲自教萧秋水武功，你怎么能血口喷人呢？我说的都是真话，英雄令就在他身上，我亲眼看见的。他身上，三弟有天下英雄令。交出来！都一定要交出来！不能再哼，小小年纪，野心不小，竟然想独吞天下英雄令！快把令牌交出来！我没有拿过英雄令，
他跟虚寒山是一伙的，是故意栽赃来陷害于我。把北荒奸细拉下去。萧秋水，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给千变。真的有英雄令！诸位，天下英雄令在此。真的在他身上，真的有英雄令！对，没错，是英雄令。天降神经助玄令，八荒英雄尽俯首，这就是英雄令。看你大哥、二哥如此震惊，想来还不知道你私吞英雄令之事。唉，可惜呀，萧家名满锦中，竟出了你这个败类。我身上明明就没有英雄令，英雄令早就被你们权力帮拿走了。你们还要自导自演的来污蔑于我，够了！老大，我知你素来张狂，可没想到你居然做出如此背信弃义之事。萧家守百年清誉，岂能容你如此任意肆为？大哥，各位，恕我三弟年少无知，此次就暂且饶他一次吧。今日我萧某便自断一臂，以此谢罪。大哥，大哥，一人做事一人当，我们要处置的是萧秋水，而非其他人。不错，对，必须处置他，必须不要放过他！奸细，我们广之于虎，绝不放过他！放过他！俺要除了他，除了萧秋水！偷学北荒功法，私藏英雄令，此事已无可狡辩。今日，你必须给武林一个交代。交代什么？你们千万别相信他。唐芳。那北荒人亲口说自己是杜月笙，还骗了萧秋水学武功，这是他们联合设下的局。正是因为我们识破了他的身份。好一张颠倒黑白的利嘴啊！今日我就连你这个同伙一块儿教训。等等，请屈大侠，手下留情。晚辈唐宋，奉老夫人之命，带唐芳回去发落。请屈大侠行个方便。我唐门与萧秋水毫无瓜葛，唐芳之所以对你有误会，乃受萧秋水哄骗所致。既然唐姑娘也是受害者，自然交由你们唐门自行管教最好。唐芳，还不速速跟我回唐门复命？我不走。给诸位添麻烦了，告辞。唐芳被唐门带走，好过落在屈儿山手里。想办法脱身再说。萧秋水，是时候算算你的账了。我没有做过，我就不会认。今日之事，我日后定会向大家自证清白。
你放我走，让我定会向你自证我没有做过。你闭嘴！薛大侠，如今幻花剑派萧秋水已被控制，我保证，他再也不会胡闹了。请您允我把他带回萧家，自行裁决。萧秋水桩桩罪行，证据确凿，你还想包庇他，是彻底不想要萧家的名声了？萧家有此害群之马，你们的态度却不清不楚，叫大家如何想？谁还敢出头救援萧家？萧少侠，你都听到了，今日若不惩处萧秋水，清理门户，只怕放眼整个武林，无人敢援守萧家。我以为你懂得其中的厉害。你一层一层的算计我，无非就是想堵住我的嘴。你住口！事到如今，你还要执迷不悟，一错再错吗？你真的要置幻花和萧家的名誉于不顾吗？大哥，你宁愿相信他人嫁祸于我，也不愿相信自己的弟弟吗？老大，大局为重！但是我一定卸掉你的假面具，让所有人都看清你的真面目。老大！老大！请问谁和海上有情的天涯？你们行的，小心日后和我一样的享受。赶紧把三弟带回去。薛大侠，今日三弟之事，萧秋水已得到应有的惩罚，我相信诸位掌门定会援守萧家。那英雄令就由屈大侠保管，择日奉还武当。大家可有异议？如此甚好。既然如此，那屈某就却之不恭了。